公元219年，汉中王刘备刚刚占领汉中，就在南方暴雨倾盆、河水猛涨之时，一场关乎三国格局的生死较量悄然展开。关羽凭借智慧与勇气，将曹军困于浑水之中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战就此改写了历史。建安24年，公元219年7月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任命徐敬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，并派益州前部司马前文人费氏去关羽驻地江陵，授予关羽官印。关羽闻知黄忠地位和自己一样，愤怒地说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，不肯接受任命。”费氏对关羽说：“创立王业的人，所用的人不能都一样。以前萧何、曹操和汉高帝年幼时就关系很好，而陈平、韩信是后来的亡命之人，可排列地位，韩信位居最上，没有听说萧何、曹操对此有过怨恨。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争宠黄忠，而在他心中的轻重，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呢？况且汉中王与您犹如一体，休戚相关，祸福与共。我认为您不应计较官号的高下，以及爵位和俸禄的多少。我仅是一个使者，奉命之人。您如果不接受任命，我就这样回去。只是我为您这样感到惋惜，恐怕您以后要后悔的。”关羽听了他的话以后，大为感动，醒悟过来，立即接受了任命。占领汉中后，刘备和诸葛亮便开始计划讨伐曹操，挥师北上。经过一番讨论，诸葛亮决定从荆州出兵，趁着曹军还没休整过来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次，关羽亲自带领主力部队进攻樊城，后方由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，将军傅士仁驻守公安。可见关羽对这次战斗的重视。关羽大军渐渐逼近樊城，樊城守将曹仁急忙向曹操请求支援。曹操知道关羽的实力，于是命令于禁、庞德两位将军带领7队精锐士兵赶去支援。于禁等人到达樊城后，曹仁让他们在城北平地上驻扎下来，打算和城中军队来个里应外合，把关羽大军包围起来，一网打尽。令于禁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和曹仁都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，而这个情况也让他们的军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。曹仁让于禁在城北平地扎营，于禁由于一直待在北方，对南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都不熟悉，因此也没觉得曹仁的决定有什么不妥。很快，他的军队就在城北平地上搭起了营帐。关羽率领大军终于来到樊城外，他看到于禁把军队驻扎在城北，心里不禁一喜。两方人马很快就开始对战，但两军势均力敌，谁也没能占取上风，只好各自养精蓄锐，等待下一场战斗。当时正是8月，一天晚上突然下了一场暴雨，河流水势凶猛，漫溢开来，淹没了很多地方。于禁大军的营帐差不多全部被洪水冲毁。原来城北平地的地势比周围要低一些，特别容易积水，加上天气闷热多暴雨，随时都会被洪水冲走的危险。关羽正是看到于禁把大军驻扎在那儿后，才发下心来应战。营地被洪水淹没了，七军士兵很多都被洪流冲走，其他会游泳的人拖着伙伴，在于禁的带领下找到一块高地，总算保下一条命。然而没多久，于禁等人就发现自己被关羽的军队包围了。河水冲上岸后，关羽把早就准备好的船只拖下水，趁曹军慌乱时慢慢向前靠近。于禁等人被团团包围，手中也没有武器，只好投降了关羽。此后，关羽将于禁等曹军俘虏押往自己的大本营江陵。另一边，庞德在涨水后，带着士兵避到一条河堤上。很快的，他们也被关羽的小船包围了。关羽在船上安置了弓箭手，利箭像急雨一般飞向河堤，很多曹军中箭倒下，栽进河水里。很多士兵害怕自己被箭射中，纷纷央求庞德向关羽投降，气得庞德抓起一个求饶的人，拔出佩剑砍下了他的头，
这一下，大家都闭上嘴巴，谁也不敢说话了。庞德拿起弓箭开始反击，他的箭百发百中，蜀军不少士兵相继落水。这场对战一直从早上打到中午，庞德的弓箭消耗完了，他便带着士兵用短刀和蜀军搏斗，还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来鼓舞士气。在双方激烈交战的同时，洪水也越来越凶猛，河堤渐渐被水淹没，蜀军活动范围大大增加，曹军只能被困在狭小的地方。很多曹军不得不选择投降。庞德不甘心被俘虏，在混乱中，他和几名部下抢到了一艘小船，打算坐船逃跑。没料到突然一个浪头打来，小船发生侧翻，庞德和部下全部落水，很快就被关羽抓住杀掉了。洪水还没完全退去，樊城的城墙被洪水冲坏了几个地方，城内守军十分惶恐，都劝曹仁弃城逃跑。曹仁心里也很害怕，寻思着找个机会逃跑。汝南太守满宠说，张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希望不会滞留很久。据说关羽已经派别的部队至夹县，许都以南百姓混乱不安。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，是顾虑我们攻击他的后路。现在如果我军退走，黄河以南地区就不再为我们所有了。您应该在这里坚守以待。曹仁说没错，然后满宠把自己的白马淹死，与士兵共同盟誓，以必死之心迎战。众人重新振作起来。建安24年，公元219年10月，陆鸿明、孙兰等作乱，杀死了县主簿，向南归附关羽。关羽授给孙兰官印，给他军队，让他去扰乱曹魏。此时许都旁边的梁县、夹县、陆浑群岛纷纷接受了关羽的印号，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。